我们知道啊，约瑟在他这个很年幼的时候，在17岁以前呢，他就开始做梦了。那这个做梦呢很有意思哈。我们知道他做了2个梦，一个梦就是梦到啊，这个他们在田里捆河捆，那突然呢，这个约瑟捆的河捆呢就站起来，然后他的哥哥们捆的河捆呢就围着他的河捆向他下拜。那约瑟呢从小就是一个很单纯，甚至有一点点白目的人哈，所以他就把他的这个梦告诉他的哥哥。这个不是随便说的，其实你去读圣经，他从小就把哥哥们的恶行都报告给他的父亲嘛，所以呢，他哥哥们其实一直都不是太喜欢他。那后来呢，哥哥们听到这个就更生气了啊。结果呢，约瑟又没有学到乖，他又做了一个梦啊。这次这个梦更厉害，他梦到啊，这个他是一颗星，然后呢，有太阳、月亮和11颗星都向着他这颗星下拜。他这次发现啊，这个连太阳跟月亮都拜了哈，所以他不仅告诉他的哥哥，也告诉他的爸爸。那他的爸爸听了就想说：“你做的这是什么梦啊？”他说：“难道我和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果然都要伏在地上向你下拜吗？”所以圣经上就讲啊，他哥哥们就嫉妒他。但他的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啊。我们知道后来啊，因为他的哥哥们实在是太讨厌他了哈，就趁着他去看望他们的时候，就想要杀害他。在主宰的保守里，有一个哥哥啊，就劝其他人不要杀害他，就把他卖给了奴隶的商人。后来约瑟就被卖到了埃及，到了这个侍卫长波提乏的家里。那很特别的是，你去读圣经。当他在这个波提乏的家中服侍的时候，圣经上说啊，这个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。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，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中。然后耶和华呢，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给波提乏的家，波提乏就更加的这个信任约瑟，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管。请到这种员工真是太幸福了，只要管吃饭就好了，其他都是他负责，是不是？但是这里看到一件事，约瑟其实那个时候的环境好不好呢？其实不算太好，他本来在家中是一个蒙爱的孩子，却被卖成奴隶，到别人家里去做工。就着外面来看，这样的环境应该叫他里面有很多的埋怨，很多的消极的感觉。但是呢，神却与约瑟同在，并且呢，不仅与他同在，连他所做的在神眼中都蒙恩。这说出一件事啊，必定约瑟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他向着神的情形没有改变。今天如果他被摆在这样消极的情形里，所以他的感觉向着神是消极的，你觉得神还能够与他同在吗？你觉得神还能够如此的祝福他吗？他如果向着神消极，神还祝福他，那神就要印证他那个消极的感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可见虽然圣经上没有明讲，但是我们知道尽管他遇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危难，差一点要丧命了，但他向着神的那个心并没有改变，他依然在那里连于他所认识、所信的这位主，甚至到一个地步。后来因为他这个波提乏的妻子喜欢约瑟，但约瑟拒绝了他，所以他就陷害他。所以呢，甚至约瑟被这样的一个阴谋被下到监狱里。在圣经上记载的真奇妙。他说他被下在监里之后呢，圣经上说，但是当约瑟在监里的时候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慈，使他在狱长眼前蒙恩。狱长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，他们在那里无论做什么事，都是经他的手所做的。
凡在约瑟手下的事，狱长一概不查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你能够想象这样的一件事吗？一个囚犯被关在牢里，就那个管监牢的说：“啊，监狱给你管啊！”真是太奇妙了啊！可见啊，约瑟虽然他，你想想看他的心情，在波提乏家啊，后来也算过得不错嘛，主人这么信任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拒绝他那个波提乏的妻子说：“我们的主人这么信任我，他已经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了，除了你以外，是不是？”所以呢，他其实算是否极泰来了哈。但是就在这个否极泰来的时候，环境又领他到一个更深的低谷里面去，他甚至失去了完全的自由，他被下到监里去。但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尽管在这样受困的情形当中，他仍然享受耶和华的同在，耶和华仍然使他在所有的人眼前都蒙恩。哦，弟兄姊妹，有时候啊，我们啊，其实遇到也没有像约瑟这么大的环境，对不对？你们有谁差点被自己的兄弟害到要死吗？你们有谁被卖做奴隶吗？你们有谁甚至被陷害进到牢里去吗？我们没有一个人的环境像约瑟这么大。但是啊，多少时候我们在那个小小的环境里，人家在我们身上就看不见我们在神面前蒙恩，我们可能就满面愁容，我们可能就不断的发怨言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约瑟他能够蒙神祝福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约瑟能够在这里耐心等候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他在环境里却没有口出恶言，他在环境里也没有消极摆烂。你说他要摆烂很容易啊，我就烂命一条了，我什么都不想做了，我在牢里还要做什么？典狱长你要我做事，我不做了，我做有什么用？是不是？他可以这样子的，过他消极的生活，但是约瑟他不仅是等候，而且他是积极的等候，他是积极却不着急，好像那个环境是恶劣的，但他非常积极的做他所有分内的事。感谢主，他就在这样子的一种积极的操练当中呢，等候主的时候。